印度媒体称，巴基斯坦军方引进的红旗9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威胁有限，拦不住印度的布拉莫斯导弹。那么情况是这样的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上个月，巴基斯坦在卡拉奇部署了首套新的从中国引进的红旗9P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这在印度呢出现了许多令人沮丧的声音。据印度国防新闻网站报道，说这套红旗9P 防空系统是基于俄罗斯 S-300衍生而来的。红旗9P 是一个模块化的系统，通常每套红旗9系统的标准配置是8辆发射车，共配备32枚导弹。该系统的搜索雷达可以探测300公里外的目标。印度媒体认为呢，红旗9P 没有能力击落印度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原因很简单，目前还没有防空系统具备这种能力，甚至连亚音速的巡航导弹也很难拦截。因此，红旗9P 只是一套防空系统，位于一个遥远国家的一个角落，作战范围呢也只能达到中程防空导弹水平，而且也没有被证明它有能力拦截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媒体的这种分析靠谱吗？或者准确吗？首先，红旗9系列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拦截空中飞行目标的距离可不是区100公里，它的改进型最远的拦截能力可以达到200公里左右。那么，印度的超音速巡航导弹布拉莫斯是否因为飞行速度比较快就能够躲过被拦截的命运呢？这个恐怕还很难讲。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既然要飞超音速，那它飞行高度相对来讲就比较高。如果在低空飞行，由于速压太高，它的最大飞行速度会受到限制，而低空突防是它规避被拦截打击的一个极要有效的手段。但是这款导弹呢，要想以3倍音速飞行的话，就必须在大气密度比较小的高度上实施飞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被雷达发现，也容易被地空导弹，尤其是远程地空导弹所拦截。那么他们讲的100公里以下的拦截能力，其实是针对低空目标的，因为不管你的雷达探测距离多远，要想发现低空目标，这个距离呢就会大大缩短。比如说，如果贴着海面20-30米飞行，那么对它的探测距离可能也就是个40-50公里。因此，布拉莫斯要想规避被红旗9拦截，那么只有采取低空飞行的能力。那么在海上你可以低空掠海飞行，在陆地上呢，尤其是在山区地区呢，布拉莫斯这种导弹射程也不过就是200多公里。你有地形跟踪、地形回避系统吗？如果没有，你只能走高空的弹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发现、被拦截的概率就大幅度的提升了。那么如果它低空在陆地上空飞行，搞不好还没抵达目标区就已经撞山了。因此，布拉莫斯导弹虽然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印度搞出来了，而且呢，综合性能看还是不错，但是并非是不可拦截的。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印度这些年发展的最好的国产武器系统，不是 LCA 轻型战斗机，不是阿琼坦克，也不是歼击者式核潜艇，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它研发的周期都太长，动辄30-40年，到现在列装已经技术落后了。真正在世界上能够排上位的，还就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开发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因此，印度军方和印度媒体特别喜欢拿布拉莫斯来谈事儿。你有一个什么先进装备，他就说我有布拉莫斯；你有先进的军舰，我有布拉莫斯；你有先进的战机，我有布拉莫斯；你有先进的坦克，我有布拉莫斯。他也不管这个布拉莫斯到底干什么用的。可以这么说啊，这款导弹确实不错，但是并不是万能的，这是一个。而且呢，它还不隐身，因此也不是具备规避、搜索、跟踪、拦截的先进的导弹系统。何况这样的导弹武器系统，它的发射是受到很多限制的。比如说，你地面发射布拉莫斯，你就要有导弹发射车；在海上发射，也需要有军舰。而这些平台将成为其他打击手段的攻击目标，比如说察打一体无人机，比如说先进的战机等等。因此，这么多年过去了，
印度的媒体始终还在拿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来说事儿，恐怕就有点小家子气了。因为同类型的导弹，中国已经开发出了很多种。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